闺蜜儿子偷完我手机时，高冷老板正好发来订机票的消息。老板，周一10点纽约。我亲亲 JPG。老板，工作消息回复收到就行。我亲亲 JPG。老板，好吧，机票我自己订。我亲亲 JPG。老板，你亲亲加害羞 JPG。晚上我收到老板的一条消息，刚落地，因为着急洗澡，我没在意。等我洗完出来，锁屏页面再次跳出老板的消息，怎么不回消息？是睡着了吗？我这才反应过来，老板发错人了。能在出差的时候落地报备，在意对方回不回消息，极可能是发给女朋友的。秉着不能让老板失恋，怪罪开除我的心态，我点开消息，打算提醒一下他。但在跳入和老板的聊天界面后，我整个人麻了。什么情况？周日上午，我和老板有过一段聊天，老板让我订机票，而我中邪一样不停回他亲亲的表情。关键是，老板为什么最后也回了我一个亲亲加害羞的表情啊？印象中，老板虽然长得很帅，身高187，穿衣笔挺有型，但人很高冷，在工作上更是严肃到令人发指，被他骂哭的男女员工一只手都数不过来。这样的人，在发那句怎么不回消息前，反复撤销了好几条消息，就好像在斟酌用词一样。所以他没有发错人。抱歉老板，之前和你聊天的那些表情是系统 bug， 我在聊天框编辑完又删掉。不行，这样显得老板在自作多情，会搞得他很没面子。就在我反复编辑又删除时，闺蜜恰好发来串数字和爱心组合的代码，一瞬间聊天框下起了爱心雨。闺蜜，好看吧？最近刚认识的程序员小鲜肉特意给我做的，满满的心意送给我可爱的朋友。我笑着复制粘贴，打算回给他。老板再次发来消息，晚安。我手一抖，把代码发给了他，瞬间满屏爱心雨。我手忙脚乱的撤回，希望他没看到。几秒后，老板回复，为什么撤回？很有意思，我喜欢。接着发来了个害羞的表情。这下我是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第二天，闺蜜向我道歉，说昨晚哄儿子睡觉时得知，她昨天聚会的时候偷完了我的手机。她儿子只有5岁，看不懂字，只会回复表情。亲亲是她最喜欢的表情。闺蜜解释完，忧心忡忡地问，小佳昨天没给你乱回什么消息吧？我嘴角抽搐，她不止乱回，还把大 boss 调成翘嘴了。但小孩子嘛，无心之失。我正想回复没有，老板发来张商务晚宴的照片。老板，今天在这里谈事。我公事公办的回，祝您商谈顺利。老板答非所问，我没有女伴，也不准备在这里久留。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之后几日，老板挺执着，每天清晨一句早安，晚上一句好梦，午餐吃了什么都要拍给我看，就连路过广场肩上被鸽子画了小地图都要让我知道，分享欲简直爆棚。为了避免误会越来越大，我决定除了工作消息，其他一律不回复。反正他要在国外待2个月，等他回来差不多也忘记我了。于是我漠视了老板3天的消息。第4天在上班路上，我收到工作搭子的消息，靠，老板提前回来了，我报表还没做完。啊，陆宇森不是要在国外待上1个月吗？我捏捏拳，也好，今天去向他解释清楚微信消息的乌龙。要是他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还在这里当牛马；要是他暴跳如雷，我马上离职，免得将来被穿小鞋。但显然今天不是个好日子。我刚进公司，工作搭子就八卦地挪过来说，听说老板心情不佳，主管早上进去汇报工作，眼眶通红的出来的，大家今天小心谨慎点。我扭头发现快50岁的中年主管正在偷偷抹眼泪。我去，老板果然可怕，能把灭绝师太都骂哭。看来今天不适合去解释乌龙聊天的事。幸好老板在21楼，除非他召见，其他时候我们都碰不上面。我正侥幸，老板的助理来了，他笑着说，宋嫣，老板找你。我忐忑不安地上了21楼，老板的门开着，他正站在偌大的落地窗前打电话，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因本身嗓音偏沉，音调的尾音自他舌尖滚出，仿佛大提琴上跳动的音符。我不敢打扰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傻站在门口，直到他侧身看到了我，指了指沙发。我立刻会意进门坐下，抱歉，临时来的电话。陆宇森挂了电话，坐在我的对面，一边说一边倒了杯茶递给我，自家茶园里的新茶，尝尝看。我连忙抿了2口，怎么样？他一脸期待。我点头，好，好喝。陆宇森满意的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他笑，很温暖，和平时不太一样，更帅了。但想到公司有句话，老板一笑，生死难料，我不禁后颈发毛的问，老板，您找我有什么事？陆宇森把茶几上的纸袋子推给我，给你的。我疑惑的打开，不由瞳孔地震，是满满一袋的某贵妇高奢护肤品。我以前咬咬牙也只敢买1瓶30毫升的精华。我说过要给你带礼物的，但你没回我消息，所以擅自决定了。老板见我表情呆滞，试探问，不喜欢吗？我看你在朋友圈里说过很喜欢这套产品。我服了，发过这套产品的朋友圈是2年前的事了。老板不会把我朋友圈看遍了吧？我受之有愧，决定把乌龙解释清楚。老板，其实那天和你的消息不是。电话铃声恰好响起，老板说，你先回去吧，晚上一起吃饭。我欲哭无泪，未免拎着礼物回去招惹非议，我把东西寄存在他的助理那儿。看到我白着脸回来，同期同事张月阴阳怪气道，该不会是你犯错被教训了一顿吧？不像我，每次去21楼都是被表扬，老板可喜欢我了呢。我懒得搭理他，一整个下午我都在苦恼，和老板共进晚餐，我怕是1粒米也吃不下。为了避免这一出，我自请加班，熬到10点。这期间，陆宇森给我打了5个未接电话，但我怎么都没想到，
等我蹦蹦跳跳出了写字楼，一辆黑漆蹭亮的迈巴赫停在大门口，后车门打开，老板表情冷冷地看着我，上车。我战战兢兢上前讪笑，老板，你也加班啊？陆宇森抬眸，等你。哎呀，我今天下午太忙了，都忘记吃晚饭的事了。我装模作样的拿起手机，惊讶道，您还给我打了5个电话，对不起对不起。陆宇森静静地看着我，演完了上车去吃饭。陆宇森下达命令，我只得硬着头皮坐进车里，小声道，晚饭我吃过了，胃不好，多吃会疼。车里静默3秒，陆宇森说，你家地址，送你回去。我没说小区名字，只报了弄堂口的地址，以免将来他打上门来。这一路他都没说话，侧着头看窗外的夜景，灯光流转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显得骨相格外立体深邃。我其实很饿，好在肚子争气，在下车后才开始咕噜大叫，老板您慢走。我狗腿地冲着扬长而去的车挥手，见他拐出弄堂了，赶紧跑去时常光顾的凉面小摊。阿婶正要收摊，笑着说，宋小姐今天这么晚，嘿嘿，加班。我要了2碗凉面，坐在摊位4方桌前埋头苦吃，正吃得高兴，余光里一双黑皮鞋走上前停在我的面前。我顺着大长腿往上看，陆宇森黑脸地瞪着我，你胃口挺好。在陆宇森的注视下，我紧张地缩掉嘴边的半根面条，尬笑找补。突然饿的，他略沮丧地问，你不想和我一起吃饭，是我很倒胃口吗？怎么会？我连忙抽出旁边的凳子，狗腿地拿纸巾擦了擦，不说别的，就您这长相，光看着就秀色可餐，怎么可能倒胃口？老板请坐。说完我又发虚，陆宇森会嫌弃路边摊吗？但他坐下了，西装领带，塑料凳，违和又接地气。我赶紧又点了2碗面，不遗余力地夸，老板这颜值，我看着就食欲大开，还得来1碗。别硬吃，会不舒服。陆宇森皱了皱眉，虽然你的马屁拍得很中听。说完他笑了，我心中巨石落地，老板原来喜欢听马屁，幸好。该说不说，陆宇森吃凉面的样子十分斯文，跟在高档餐厅切牛排一样。我本以为和他吃饭会拘谨的难以下咽，没想到瞄着帅脸，特别下饭。就是陆宇森的胃不太适应路边摊。第2天我刚进公司，主管就通知大家早上的会取消，原因是老板住院了。我点开朋友圈，陆宇森在凌晨3点发了张躺在病床挂吊水的图，配文，急性肠胃炎。工作搭子好奇地问，宋嫣，你说老板生什么病了？我随口答，肠胃炎啊。你怎么知道？他朋友圈不是发了吗？工作搭子掏出手机刷了刷，一脸懵，没发呀。我瞬间明白，这条朋友圈仅我可见，这是埋怨我带他吃路边摊，在敲打我呢。不过于情于理，我确实该去探望一下，于是下午我用了半天调休，买了水果鲜花去医院探望他。熟门熟路，直达医院住院部顶层 VIP 病房。因为陆宇森每隔半小时会更新一次朋友圈，地点、楼号、楼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就差直接发。宋嫣，过来。我进病房的时候，陆宇森正靠在病床上在办公，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被他穿得风流倜傥，我都预备着挨骂了，他却说，以后你别吃那家摊位的东西，实在喜欢吃凉面，我让家里厨子做了带给你。不用麻烦。我连忙拒绝，可不敢，天不掉馅饼，只怕吃了资本家的东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看他在忙，我识相的把苹果切块了递给他。陆宇森也不拒绝，一面盯着电脑，一面得空了低头就着我的手咬走一块。我怔住，觉得这个样子过于暧昧了，连忙割下叉子。许是见我不喂了，陆宇森说，还要。说完七眸沉沉盯着我，我莫名心慌，连忙又插了一块喂给他。他挑眉，真甜，能不甜吗？楼下进口的苹果贵得我肉疼。我看时间不早，准备走了。陆宇森问，明天还来吗？我出院。我告诉他明天有同学聚会，来不了。但我要是知道聚会上有前男友和死对头在，宁愿去接陆宇森呢。前男友周涛和我是大学情侣，毕业后不久被我的室友于倩撬走，之所以分手是被我捉奸在床。周涛当时特不要脸地指责我，和你谈了2年都不让睡，哪里有于倩带劲，还嫌弃我小镇出生，毕业后帮不上他的忙。他说我是金凤凰，就该找梧桐树，而不是你这根小树枝。我气哭了，气自己怎么脑梗，在垃圾桶里找男人。分手3年，我早就清醒，于倩却不依不饶，在餐桌上不仅大秀订婚钻戒，还点我。宋嫣，这么多年了，你不会还是单身吧？该不会还对周涛念念不忘吧？说完挽住周涛的手，宣示主权。很抱歉，他是我的。我心里直翻白眼，刚想对他，老同学看不惯先开枪，谁稀罕呢？人家宋嫣男朋友可有钱了，我刚在餐厅门外瞧见，送他来的人开着豪车呢，我差点被汤呛死。今天暴雨打不到车，陆宇森出院后刚好也走这条路，于是顺路把我捎过来了。于倩嗤笑，别是被什么秃头土大款包养了吧？瞧他鬼迷日眼的样子，我就来气，当下反驳，人高腿长，8块腹肌，脸帅得跟杂志男模一样。说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直接承认自己有男朋友了。大家听完连连起哄，先前帮我说话的老同学更兴奋了。那辆车的牌号在 A 市独一无二，是盛天总裁陆宇森的。我瞪眼，什么？这也能被扒到？于倩一脸不信，陆总能看上宋嫣？但他的脸铁青，显然是不肯服输。我想着，反正他们也没机会见到陆宇森，能气一气这对狗男女也好。于是，在餐桌上各种编陆宇森对我多粘人，多离不开我。但老天似乎很想看我的笑话。聚会结束后，我们一行人在酒店大堂遇上了陆宇森。陆宇森显然是有公事，正在和2位商务人士在握手交谈。大概我的脸色不太好，于倩笑着说，这要巧，带大家一起去打声招呼吧。他在忙，不方便。
我搪塞的话让于倩更坚信有古怪。宋嫣，你不会再撒谎吧？不可能！老同学立刻打抱不平，陆总肯定是来接宋嫣的。老同学，你可闭嘴吧！不是撒谎，就带我们去打招呼。一直不发一言的周涛终于开口，你别是心里还有我，装有男朋友挽尊的吧？也是，我这样的人值得你念念不忘。我先去打声招呼，再介绍给你们认识。我翻个白眼，妥协地向陆宇森走去。他看到我后解释，巧了，我也和人约在这里。老板，我紧张的直抠手指，结巴道，我能抱一下你吗？陆宇森怔了下，同人微晃，为什么？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同学们，老是把遇上前男友和死对头的事，以及胆大包天把他说成自己男朋友的事和盘托出。对不起，我手心直冒冷汗，我不是故意的，只是现在骑虎难下，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不过是被嘲笑一顿，没什么大不了，当初被劈腿，我在学校被人喊了1年的绿姐。陆宇森说，一个拥抱也不能说明什么。我沮丧垮肩，正要转身离开，头顶一片阴影压下来，陆宇森温暖的大手抚上我的脸颊，他凄眸幽沉，嗓音蛊惑，比起拥抱，这更有说服力。说完，低头吻住我的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唇上很温软，鼻尖能闻到陆宇森身上淡淡的木质香，而耳朵里是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傻瓜！陆宇森松开我时，眼里带笑，接吻是可以呼吸的。我这才发现自己在憋气。同学们围了上来，陆宇森很客气地向他们介绍自己，并且贴心地派车送他们回家。只有于倩全程黑脸。回去的路上，我控制不住偷瞄了几次陆宇森的嘴，想到接吻那会儿的触觉，柔软温暖。看什么？陆宇森侧眸看了我一眼，我紧张的语无伦次。老板今天的演技真好，不去演戏可惜了。我是真情流露啊！大概看我发懵，陆宇森把车停靠在路边，盯着我问：难道你不是吗？当初让你订机票，不是还给我发了亲亲的表情？不提这事，我差点忘记了。我赶紧解释，那天的消息不是我发的，是我闺蜜儿子当时在玩我的手机，小孩子顽皮。我越说越小声，因为陆宇森从最开始的笑变成了僵硬，最后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很久后，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始给我道歉。对不起，今天是我莽撞亲了你。没事的。我尬笑，想说自己其实不排斥，还有点心跳加速。但陆宇森没再说话，我也只能闭嘴。之后几天，他都没来公司，来了也严肃的要命。据说部门送上去的策划书被连续打回去好几趟，开会也言简意赅。我偶尔碰上他，笑着打招呼，老板好。他点点头，然后冷漠走开。其实是跟从前一样，在正常不过的上下属碰面的关系，但我莫名有点失落。吃午餐的时候，同事在食堂里吐槽，老板最近怎么回事？谁得罪他了？感觉比以前更严肃了。明明前段时间看上去心情不错，我还见他笑呢。白瞎那张帅脸，要是脾气好点，别那么龟毛，该多完美。老板是不是失恋了？埋头苦吃的工作搭子突然说，前几天我在外面餐厅碰见老板和一个女的当众接吻，我心虚被汤呛得直咳嗽。工作搭子上下打量我，打趣道，说起来那你的身影和宋嫣有点像。不是我情急反驳，牛马下属爱上老板，太天方夜谭了好吧？难道你们不会吗？每次做策划和报表的时候，我只想刺杀老板。工作搭子震惊，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开个玩笑，这种玩笑不能乱开，万一影响我在公司遇上心仪的小鲜肉怎么办？我胡扯了个理由。老板现在显然不想和我扯上任何关系，要是公司里的绯闻传到他的耳朵里，说不定一生气开除我。虽然主管暴躁经常骂人，但薪资可观，福利优厚啊。看同事们不再追问，我正庆幸瞒过去了，头顶传来阵低沉又冰冷的声音，那你现在遇上心仪的小鲜肉了吗？我僵硬回头，发现陆宇森面色难看地站在身后，同事们面面相觑，不敢吱声。我紧张地把手中的筷子都被捏潮时，陆宇森又笑了。我争取今年多招些小鲜肉进公司，让大家脱单。老板真好。工作搭子赶紧拍马屁，只有我心里一股股的发冷，明白他的阴阳怪气。下午我犹豫再三，给他发了条消息，老板，食堂里那些话是我开玩笑的，您别放在心上。很快，对面显示正在输入中。2分钟后，老板答复：1，我沮丧退出聊天框，去给主管泡咖啡。刚泡完端到会议室，主管恰好推门出来撞到我，温热的咖啡翻了我一身。我还没叫，主管先来了气，做事动不动脑子，冒冒失失，这里还有客人在呢。对不起，我重新去泡。猪脑子，快去！我无奈转身，好巧不巧碰上陆宇森，他看了我一眼，又无动于衷地移开视线。很奇怪，以前我也在办公室里被主管骂到狗血淋头过，每次都不会在意，为了薪水是能受些窝囊气的。可今天，我觉得自己很窘迫、丢脸。我跑到洗手间，把自己关在隔间里闷哭一阵。等调整好心态回到工位上，21楼的丁秘书给我送了件衣服。我问他，老板让你给的吗？丁秘书笑了笑，摇头，不是呀，听说你衣服脏了，我这里正好有备用。谢谢。我失落，却发现衣服上还有吊牌。下班后，陆宇森的车停在写字楼下，白天的疲惫一扫而光，我高兴地走上去，想感谢他的衣服。张月自背后先我一步跑了上去，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最后陆宇森开了车门，让他上车了，接着扬长而去。我傻怔在原地，竟然以为陆宇森是专程在这里等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一股酸涩。大概我最近情绪太低落，闺蜜大方甩出2张海岛的船票，七夕和姐妹一起过。闺蜜勾着我，3条腿蛤蟆不好找，2条腿男人遍地跑。她自从离婚后格外看得开，周旋在无数俊美的小鲜肉中，喜不自胜。但在海岛的第一天，口口声声说男人不值一提的闺蜜，爽了和我的七夕晚餐。
两人愤地打电话过去追问，他声音起伏不对劲，哼哼唧唧。抱歉，我这里有10万火急的事，晚餐明天不给你。行，我挂了电话，打算吃掉情侣套餐。刚吃了一口，就碰上了于倩和周涛一行人。于倩笑我，天啊，宋嫣，今天七夕你一个在这里吃情侣餐，陆总没来啊？换做以前，我肯定嘴硬回怼。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陆宇森如今和张悦打得火热，要是因为流言蜚语破坏了他们感情，我也罪过。我于是说，分手了，还在骗人。于倩变了脸，把身旁的朋友拉过来介绍，我朋友也是盛天集团的员工，他说陆总的女朋友根本不是你。说完还不罢休，在同学群里开了多人视频直播，对着我拍，和大家说说吧，为什么撒谎啊？你也不照照镜子，凭你也配被豪门看上？我没了食欲，起身要走。回来，周涛将我拽回来，奚落道，想到自己和你谈过，就令我作呕。我愤怒挣扎，放手。周涛非但不松，还恶劣地把我往旁边甩，眼看背脊要撞到桌角，一只手揽住我的腰，将我护在宽阔的怀里。我错愕抬头，发现是陆宇森，他脸色发冷地握住周涛的2根手指，疼得周涛直喊，陆总，都是误会，出来玩不值当伤人赔钱的。陆宇森冷笑，我有钱。说完用力向下一掰，骨头折断身后，周涛疼得不停乱跳乱跑。是分手了。陆宇森看了眼他手里的手机，笑了笑，但我今天是来找宋嫣复合的。于小姐。陆宇森笑得温和，但眼里冰冷的警告，如果你实在好奇我们的私生活，我可以让律师和你慢慢谈。于倩再次吃瘪，仓皇离开。谢谢。我拉开对面的椅子，你又帮了我一次，如果没吃晚餐的话，我请客。我不确定他会不会领情，但陆宇森坐下了，我正好路过，我好像和他很有缘，每次我在哪里，他也正好在哪里。吃了会儿东西，陆宇森先开了口，宋嫣，之前是我误会了，你应该感到很害怕吧？什么？陆宇森苦笑道，职场性骚扰。哦，我一向迟钝，被他这么一说才觉得像，但当时只觉得老板怎么莫名其妙的。陆宇森说，回去后我会让法务拟定些这方面的条款，保证员工们的安全。谢谢老板。我讪笑敬他，他碰了杯一饮而尽，无奈摇头，你真的一点不记得我了？我疑惑了，在脑海里翻找各种关于陆宇森的记忆。不应该呀，这么帅的人我肯定不会忘记。直到陆宇森说，7年前在这个海岛上你救过落水的我。7年前我恍然大悟，那年我18岁，学校安排的一次成人礼活动就是在这座海岛上，当时有人落水。我出生在海滨城市，打小游泳出色，在学校也是游泳队的主力，一腔热血见义勇为救了他。没想到是陆宇森老板。我试探问，该不会我能进盛天集团也是因为这个吧？土本毕业，没有留学经验，当时家里人都说我是走了狗屎运才能进 A 市有名的大企业工作。陆宇森摇头，这倒不是，是你的老师极力推荐的。陈老师吗？原来你们认识啊，我不由一喜。陈老师是在学校对我帮助颇多，很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辈，当时我都要放弃考研了，多亏他在旁鼓励。陆宇森笑着说，他是我妈。我瞬间石化，摒弃掉老板和下属的关系，我们回酒店的这一路相谈甚欢，但高兴没多久，倒霉的遇上了暴雨塌方，我们的车被截在残路上，雨水倒灌，洪流越来越大，下车危险，在车里也不能幸免于难，电话还没了信号，只能等着死亡迫近。别怕，感觉到我在发抖，陆宇森抓住我的手安抚，海岛天气多变，这类事多有发生，会有救援的。我点着头，心里还是怕，许是觉得反正都要死了，不如把想说的话全抛出去。于是我告诉陆宇森，公司食堂里我说要找小鲜肉的话是故意说的，我越在意的事越容易否认，也怕绯闻影响了你和张悦的关系，更怕你一气之下开除我。老板，其实我一点不排斥你的接近，可能因为你有钱又帅，也可能是因为你亲了我，还有今夜聊了这么多，很难不动心。我语无伦次，像把机关枪一样不停往外放，最后边说边哭。你不理我那段日子，我不开心。陆宇森起先怔了下，继而脸色越来越温柔，他倾身靠近，捧住我的脸，落下一吻。傻瓜，我想反正要死了，当个风流鬼也没什么不好的。于是我不由胆大地勾住他的脖子，主动吻上他的唇。陆宇森被我生涩的啃咬逗笑，他拖住我的后脑勺，蓦地加深这个吻。我呼吸急促，正觉投入发热时，有人猛敲车玻璃。穿着雨披的当地村民说，快下车跟我们走，这里危险，我们获救了。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想到自己在车里的连环告白和那一个热吻，我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只有一间房了，小酒店里人满为患，前台只给了一把钥匙，反正你们是夫妻吧，也没关系。不是，我小声嘀咕。陆宇森揽住我的肩，是的，我们来度蜜月，谢谢。破旧的小屋子里只有张单人床，如果2个人睡的话，势必会踢得很紧。我心跳如鼓，正想说自己睡左边，陆宇森已经抱着柜子里的被子铺在地上，我睡地上，我脸上一烫，赶紧躺下。熄灯后我没睡着，隔壁不止没睡着，还在开车，且车速越飙越快。房间隔音差，堪比现场直播。我听得面红耳赤的，起身想去浴室洗把脸，却忘了地上还有个人。脚掌踩上腹肌，陆宇森闷哼了声，迅速起身，把要摔倒的我牢牢接住。这下我彻底躺在他的怀里了。我是起来上厕所，我慌忙解释。陆宇森轻嗯了声，感觉到下处有些隔音，我无意识地往下抓了把想拿开。别，陆宇森吃痛哼了声。我立刻头脑充血，意识到隔音人的东西是什么。慌忙要道歉的时候，隔壁又上高速了。或许是姿势太碍位，也许是受环境音的影响，透过窗外投射进来的微弱光亮，我们久久注视着彼此，直到互相气息不平。宋嫣，陆宇森叫了声我的名字，
接着吻了上来。我的回应含糊破碎在唇齿之间，慢慢融进骨髓深处。夏夜湿热，窗外暴雨倾盆，枝叶被打得颤乱不止，扑簌尾顿。累到睡着前，耳畔还有陆羽森的喘息。小骗子，又先晕了。结果我第二天腿发抖，脸上挂着黑眼圈。闺蜜看到我的时候都震惊了，你昨晚做贼去了？偷鸡被抓，挨了顿揍。我干笑答。陆羽森没忍住扑笑了出来，被我狠狠瞪了一眼。一夜不休，我醒来他在开车，晕了在开车，晕醒了他还在开车。我都怀疑他这辈子没开过车。回市区的路上，闺蜜很同情告诉我，你完了，以后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加班，可能周末也要加班。我生无可恋。闺蜜及时安慰，往好处想，你可以提加班费，多要些。我皱眉，怎么觉得怪怪的？休了3天假回去上班，公司就有大新闻了。平时作威作福的主管被警察逮了，罪名是泄露公司机密。最搞笑的，告密人是他提拔上来的张月。我不由想到，难怪前段时间陆羽森和张月走得那么近，感情是在套情报呢。姐姐，我正发呆，新来的小男生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有话想和你说。姐姐有空吗？是上司分配给我的毕业生，估计是工作上的事要聊。我说有空，被他带上了顶楼。好巧不巧，21楼隔着玻璃就是陆羽森的办公室。来这里是，我疑惑间，小男生突然单膝跪地，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朵玫瑰花。小男生真诚告白，姐姐来了这里，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我一直很喜欢你，怕实习结束见不到你了，所以快起来。我慌里慌张要扶他，肩上突然被一股力量斜着往后倒，不等我反应，已经被不知什么时候来的陆羽森箍在怀里，吻住了唇。实习生一脸惊讶，陆羽森挑衅看了他一眼，我的，对不起老板。小男生局促地站起来，又朝我鞠躬，对不起老板娘。说完落荒而逃。我连忙解释，误会，我不知道他带我来这里是表白。我信。陆羽森口中说信，但把我带到办公室时可一点没手软。时至中午，很多员工在顶楼抽烟闲谈，我被摁在偌大的落地窗上，羞耻到脚趾蜷缩，哭夜求饶，不要这样。陆羽森说单向玻璃，他们看不见。今天没会，我们有一整个下午号。我欲哭无泪，想分手。好在3天后陆羽森要去国外开会，在和丁秘书的聊天中得知，陆羽森回城落地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思来想去，一咬牙进了家高奢店，准备给他买条领带当礼物。一眼相中的那条绿白相间的，在店员的报价中我差点晕死。一条领带抵我4个月工资，虽然陆羽森给了我卡随意消费，但给他的生日礼物总不好花他的钱。我最终选了副袖扣。结账的时候，店里进来了一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生，漂亮的跟明星一样。店里的员工齐齐涌上去问候，陈小姐你好久没回国了。陈小姐看中了那条领带，都没问价钱，大手一挥，包起来。又扫了眼柜里的其他东西，手指点过去，除了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我都要了，把店员们乐得嘴都合不拢。我惊呆了。陈小姐回头看到我，冲我笑了笑，还挺和善，但我没想到再次见到她是在陆羽森的办公室里。陈小姐订了蛋糕，亲手给陆羽森系上领带，笑眯眯地说：“3年没见，想我了吧？”陆羽森点头，回头一起吃饭。今天不行吗？我约了人。陆羽森笑着说：“明晚陪你。”陈小姐这才笑了，拎着包扭着腰肢离开。我进去的时候，陆羽森问我有没有带礼物，我看着他脖子上的领带，自卑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摇头说：“不知道是你生日，改天补上。”不用了。他把我抱在腿上，你就是最好的礼物。我不知道陆羽森是不是对每个女的都这么说，反正我上街准备重新买礼物时，路过珠宝店，看到了他在陪陈小姐挑钻戒，两个人非常亲密。当夜，我像只阴沟老鼠一样在陆羽森的社交软件上寻找这位陈小姐的各种蛛丝马迹，发现两个人经常互赞互聊。陈小姐称呼他为亲爱的小蛋糕。就在这时，陈小姐再次更新消息，是在一个漂亮精致的餐厅里，她捧着花展示着手上钻戒，笑得甜蜜。配文：被求婚了。我的回答是 yes。 我找闺蜜诉苦，哇哇的哭。她一边递纸巾一边说，感情里最忌讳误会了，你问都没问就瞎猜。打过去，她把手机塞我怀里。我忐忑不安地拨通陆羽森的电话，不一会儿，电话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喂，你好，找阿森吗？他在洗澡呢。是陈小姐的声音。我立刻挂断电话，看了眼时间，深夜11点。闺蜜骂：死渣男！我再也憋不住，嚎啕大哭，大概太伤心了，我还把自己哭忧了，抱着马桶边哭边吐。闺蜜不停安慰我，安慰到最后，突然一脸震惊地问我：你姨妈什么时候来的？我一惊：8号。但今天已经23了，别慌。闺蜜翻来找去，最后在一个衣柜里找出验孕棒，2条杠。好了，我更慌了，我准备休假，不然一直想吐，难免会被怀疑到。但人事告诉我，你比较特殊，请假需要老板特批，直接去找他吧。靠！我惴惴不安地思索着该怎么糊弄陆羽森，思索了一上午，还开了个会。中午的时候，我发消息给闺蜜：陆羽森什么意思？我请假要他特批，你找个理由，就说我出车祸了，你要来照顾我，不用这么咒你自己吧。嗨，谎话别当真，就不会变真。难道你真想让陆羽森知道你怀孕了，他都要和别的女人结婚？哎，也是。我关掉微信，想了想，决定还是去21楼找陆羽森说清楚。办公室里突然传来喧哗声，一堵高大黑影立时笼罩在我的头顶。我顺着面前的大长腿往上看，是跑得气喘吁吁的陆羽森。他盯着我问：你怀孕了？丁秘书紧随其后，扶着鼻梁上的眼睛，笑着说：楼上会议室传屏，你忘关了。
完了，这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看到我和闺蜜的聊天记录了。我被带到她的办公室，陆宇森看上去很激动，过了会儿又有些生气，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凶什么？我瘪嘴，没必要说，我准备去打掉的。陆宇森怔了下，放轻了声音，很是无奈。你这才是凶呢！不告诉我的理由是，他蹲在沙发前，像哄孩子一样问询。我委屈的直掉眼泪。你和那位陈小姐什么关系？她送你领带，你带她去挑钻戒，那天半夜都11点了。我打电话过去，她说你在洗澡，为什么洗澡啊？陆宇森低头笑出声，那是我姐姐，亲姐。陆宇森说完，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陈新路，拜托解释下，我老婆误会你，是我小三。电话里一阵大笑声。陈新路说，宋嫣，我是陆宇森的姐姐，我们爸妈早年离婚了，我是跟着妈妈生活的，你也认识陈老师呀？怪阿森非要瞒着，说等到求婚那天再揭晓。求婚？我震惊地看向陆宇森，他自柜子里拿出只黑丝绒的盒子，里面静静躺着没定制的大钻戒。和陈新路的不一样，姐姐那天求婚是姐夫求的，他们恋爱5年刚修成正果。他单膝跪在我的面前，宋嫣，这枚才是你的私人定制，嫁给我好吗？我答应了求婚。在陆宇森的陪同下，我去了医院检查，发现没怀孕是个大乌龙。我给闺蜜打去电话问，你的验孕棒多久了？有断年月？闺蜜支吾，多亏了她不是吗？哈哈哈，我无语了。我沮丧地告诉陆宇森，抱歉，让你空欢喜。关于求婚，有没有孩子都一样，我还是会娶你。陆宇森将我抱起来，提尔斯摩，没孩子，我们有更多时间享受2人世界。情人节那天，公司放了假，我和陆宇森重游海岛，晚风海浪。我去沙滩附烛光晚餐时，侍应生拉起了小提琴。最开始是路人递给我一支玫瑰，接着是熟悉的同学、同事和闺蜜，再是我的爸妈，还有陈老师、陈新路。遗憾的是，陆宇森的爸爸2年前过世了。等我走到陆宇森的面前时，玫瑰花正好99朵。他一袭白衣，跪在我的面前，正式求婚。在我说出 yes， 4周烟火冲天炸开，美不胜收。咦，最后一支玫瑰是闺蜜的儿子小佳送来的。他脆生生地说，妈妈说送了花能吃大龙虾，我要2只。我们齐齐大笑。全文完。